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已经接近30岁了，真的是没有多余时间去跟人家乱吹水啦，去跟人家吵架啦，睡觉时间都在这边想怎么把钱赚得更多。30岁了，真的是不能再玩了啦。可能到了这个年龄的我，还会自我怀疑一下，怎么不早一点开始投资？这几个月的我呢，换了一种理财的方式，所以我交给了 SEMI一个自动帮我做外汇交易的机器人。外汇大家都听过了，什么是 SEMI呢？它就是一个机器人来自动的做交易了，但是有专业团队正在盯盘，什么时候开，什么时候关，都是他们在操控，而且它都是在马来西亚时钟早上到傍晚的时候进行，才能避开可能让行情大暴走的新闻时段。所以 SEMI呢，其实很简单，最低门槛500块美金，什么都不用做。你看我大概是2个礼拜的这个成绩，大概赚了一个100多块美金，不多，每天平均大概是10到30块钱左右。当然，这个要抱着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啊，不求一夜暴富，只求不让我熬夜盯盘啊！请点击我 description 下面的这个链接，进入我的 Telegram 群，我们会在群里更新交易状态，还有机器人的表现，先进群了解看看啦。该讲的话还是要讲的啦，投资有风险，请根据自身状况来决定是否参与。我们今天来这吗？开车啊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VOV 了。欢迎回到来我的乱拍系列了。今天我来到了马来西亚 Auto Show 2025这边第一站 Zeekr。5月8号，今天是媒体日啦。5月9号到15号呢，都可以开放给你们过来参观哦。本期的视频的重点呢，会带你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车可以看。Let's go！Rear wheel drive standard 要182千 ，long range 的话195千 ，all wheel drive performance 230千左右而已哦。Zeekr 是吉利旗下一个高端电动车品牌，它刚刚推出了一个中型的 SUV， 尺寸长4825mm， 宽1930mm， 高1666mm， 轴距呢达到2925mm 的，所以这辆车可以坐5个人。直接竞争对手是 Tesla Model Y， 还有这一个 BYD 的 Sea Lion 7， 多么多版本的哈，它的马力为大概637匹马力，710个牛顿米的扭力，0到100 3.8秒，10到80% 只需要15分钟左右了。配搭着这个空气悬挂，可支持调高调低的，所以现在呢大概是调到比较低的一个状态啊，你们看到。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卡钳哦，轮胎尺寸为265/40R 21寸，配搭这个刹车通风叠下去，真的是够爽啊！现在降到大概1根手指而已哦。后面这里呢也可以看到一个单活塞的刹车卡钳，然后也是配搭这个 Continental 的 Eco Contact 7的轮胎，后面也是265/60R 21寸。贯穿式尾灯呢，一般上在中国车都看得到，造工是非常的细腻，你可以看得到，真的很细哦，好看。简单，打开车尾的方式，这里按一个按钮。可以看到这边还可以调的空气悬挂哦，这里可以调高、调低，12伏的电瓦。这里还有一个储物空间，好大。双层的，以这个高度来讲，我觉得拿一个行李箱还是搬东西上下都会比较容易啊，尤其是现在已经把车身降低的关系。哎呀，好，这辆车也是很时尚运动化的，有没有？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无边框的门通握按键，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哦，很特别的感觉。然后这个开关门的按钮按这里，暂时没有找到有任何的机械开关啊，因为当这辆车断电的时候要怎么开门我就不知道了，暂时是没有找到的。你可以看到这里有 Zeekr Sound 的喇叭，然后坐的椅子呢也是可以调整椅背的倾倒的，所以你可以按这个按钮，可以调整它的椅背的倾斜角度了。坐进来虽然没有调到我的驾驶座位的这个姿势，可是可以看到，它的腿部空间非常的大，而且我非常喜欢就是它的后座有冷气出风口在这边，一键上下。Zeekr 的车真的是好坐啊！我坐到这个7X 的椅子呢，都觉得它的发泡面很软，而且它的腰部支撑非常的好。这个椅背的倾斜角度可以调到这么斜，长途来讲完全没有问题，真的是非常的棒，很舒服。然后我的头部这边的这个发泡面呢，也是一样软软的，所以我的头可以靠在这边。可惜它是没有那个 Mickey Mouse 的支撑啊，中央扶手。哇，这个很欧系车有没有？还有一个 Type C 接口 ，USB。这辆车虽然是说 all-wheel drive， 可是你不会看到中间鼓起来很高，几乎都是平的，真的是几乎。全景天窗有一个遮阳帘可以打开关闭哦，所以是。
透过这一个按钮呀。我会发现到后面的左侧呢，这边还多了一些按钮啊。你除了可以开窗关窗之外呢，还可以调前方的椅背的这个角度，这个是所谓的 boss switch 啦。通常是放在座椅那边嘛，可是在这边可以看得到了。这边的材质呢，全部都是皮革，有带车缝线的，质感满满的，全部可以摸到的地方都是一些皮革包覆。哇，这个质感就有点不一样了。摸下去有一点类似像皮革，又不是皮革吧，又类似像阿坎达拉，又不是哦。可是我按下去是软软的皮革，还有一些车缝线。这是啥？ Parking assist， 什么不能的？这个打开 spoiler 的车尾箱 ，spoiler 吧，应该是 spoiler。我相信Zeekr的这个界面呢，真的是非常的顺啊，你看，哇，很顺很顺，而且啊，你看这个头盖，爆出来，OK， 可是还是开着的哈。然后这边还有打开天窗，有没有那个遮阳帘啊？可以开关，然后呀，这个打开车尾箱，你看到吗？它的动画。 还可以 pause 住哦，够力。那还有这个 suspension 的 setup， 可以把它调到 low。可是全程的话，我感觉不到它的上下都是非常丝滑、非常顺哈。这以后有机会的话，再跟大家介绍这辆车。OK， 拜拜，小明。拜拜。下一个影片再见。Zeekr 太红了啊，真的没有办法借我车，他们太 pick 了，所以有机会我在试驾的时候再给你们介绍这辆车。Zeekr 009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MPV， 真的非常好，配置也非常的高。 350千左右，你可以买到这么配置高的一个 MPV 哦，连 Volkswagen Alpha 都给不到这样的。这个椅子好坐，这个配置相当的高，还有很多小细节的东西。稍后如果拿到这辆车的时候呢，慢慢的再跟大家探索，因为刚刚我暂时坐进去哦，我真的探索到非常多好玩的东西，还有这个 Zeekr X， 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，好吧？ 我呢就已经来到了 Perodua 这边，刚刚呢是首次亮相给我们看一下它的首款的电动车。这一次呢比去年好了，去年的 Perodua 呢展示了这一个 EMO 给我们看，那一次呢感觉到还是没有这么完整啊。这一次的 Perodua 就大胆的把整辆车切一半给我们看，你可以看到它方向盘呢、整个 dashboard 呢、内置的椅子那些还是比较完整的。以后呢推出这辆车的话，它的款式会不会是长得这样子呢？我们就拭目以待啦。其实 Perodua 呢也有计划在2025的时候呢推出了首款的这个电动车。 售价呢大概会是在50千到90千左右，这个是预算啊。电池容量大概是57 kWh 左右，可以支持50 kW 的快充，大概38%到88%，大概1个小时左右，0到100大概是9秒左右。 Proton 在去年已经 launch EMAS 7嘛，今年2025年再给我们看一下 Proton EMAS 5。Perodua， 现在好像你们讲的 EMO 好像几年了哦，为什么没有给我们看整车，还要切一半给我们看？外观看起来很像 EMAS 7啊，真的是看不清楚里面是长什么样。可是呢，外国来讲呢，你会看到它的轮胎呢尺寸也会比 EMAS 7来的小一点点，它的轮胎是用着205 60R16寸而已啦。呀，它的尺寸来说呢是比 EMAS 7小一个等级的，但是它的外形来讲还是挺好看的，我觉得。那现在我人来到了 Chery 的这边 ，Chery 刚刚首次亮相给我们看它的 Tiggo Cross 车身呢，基础于 Tiggo 4的啦。它的出现是来打 Perodua、Ativa 还有 Honda 的 WRV 的。想一下，如果你今天预算大概有100千，你想买一个小型的 SUV， 而且又省油又有动力的，100千里面有什么可以选择呢？ 去年的我呢，去到芜湖的时候呢，我有拍过一个 Tiggo 4给大家看，而且那个是左驾版的。今天的右驾版它终于来了，它总共有2个引擎可选择了，一个是搭载着1.5公升的涡轮增压的引擎，再配上一个6速的双离合变速箱，可以产生最大马力147PS，210个牛顿米的左右。而另外一个可以兼顾到省油还有动力的，就是 Hybrid 的版本，搭载着1.5公升的自然吸气，再配上这个 HEV 引擎的最大马力可以产生102 PS， 还有125个牛顿米。配搭的电动马达最高马力204 PS， 最大扭力310牛顿米。牵挂车子前麦花槽，后面是一个扭力梁，前配寓意的贯穿式尾灯，可是你看到它的这个处理的蛮不错一下啊，所以这辆车是没有电动尾门的啊，呀，你弄100千以下。 你不会看到有备胎在后面啊，椅背可以做6次倾倒的。那这辆车我不会太detail walk around，然后如果将来有机会介绍这辆车的时候呢，我会做一个更detail的walk around给大家看。所以你看到这边还是有排气管，还有扭力梁 ，torsion beam， 后面有一个刹车卡钳呢，前面也是有一个弹活塞的刹车卡钳。然后它的轮胎呢是配上215 60R17寸全 LED 头灯，日行灯则是在 bumper 上面的。这个中网大的可以烤一个全机啊。
最主要是买 SUV 嘛，看一下它的后座怎么样。我身高173啊。坐在这边的完全没有问题，没有压力，腿部空间大概多过一个拳头，中间的鼓起也没有很高，一点点而已。后面还有冷气出风口，还有一个中央扶手。哦，还有一个小细节哈，除了喇叭之外，这边应该还有灯的，所以让你知道如果开门后面有车来的时候，它会发出一个警告。还有灯 ，A segment 呢会很明显感觉到跟 B segment 都不同了。关于它内饰的用料方面呢，这个是软质塑胶，不是皮革了，还有一些真的车缝线。然后呢，这边旁边这边是一些软质塑胶，摸上去的这个感觉有一点类似像皮革，已经类似了哈。这边还有一个门锁，方向盘呢就很Tiggo 7 Pro 了哈。这个应该是监督我开车的，看我的眼睛有没有在睡觉。Signal 也搬到了右手边了，这边还有保留一些传统的按键呐，唱机的音量啊，可是按下去的质感还不错哦。有那种滴滴滴的声音，冷气控制都是 touch 的，这个我个人就稍微没有这么喜欢，所以你看还可以留一些手指印啊，呀，而且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显示器来显示你的冷气啊，不再是全部显示在这个唱机这边，我觉得是 very 的 good job 啦。踩刹车拉下来就是 D， 然后推上去就是 R， 上面就是 P， 这辆车也简略到自动手刹，空的应该还可以放一个手机置杯架。呀，因为这辆车的排档杆是电子的嘛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下面都是空的，还有 USB 插槽 Type C， 12伏电码都在这边，手动调节的方向盘上下前后都没有问题呀。所以这辆车的详细介绍呢，到时候拿了这个媒体试驾车的时候，我再跟大家做一个详细了。很多年轻人刚出社会，他想要买的一个 SUV 又省油，又不想买到 CVT 的变速箱的话，那这一辆车就是一个选择。然后你还可以看到这边展示这一个 Tiggo 8的 Plug-in Hybrid， 因为在马来西亚卖这的 Tiggo 8现在的样子呢，不是最新款的啦，外国呢早就已经变成了现在我身前面这一个样子。你可以看到它的中网还是一样大，所以还是一样是可以烤全机的。全新的头灯改了这个 LED 的日行灯，看起来更加的圆润。这辆车的轮圈还是搭载了19寸235/50R19。后尾灯方面呢，跟之前的一样啦，可是好像带有一点熏黑的那种感觉了。Plug-in Hybrid 的版本会左右侧都会有这个油盖哦，右边这边呢是拿来充电的。这个 Plug-in Hybrid 呢不再像以前的 BMW 那种，它只是带 AC 慢充嘛，而这辆车有 DC 快充哦，所以呀，它的电池也更大了。Chery 也称为叫 Chery Super Hybrid， 所以电池容量大，充电更加的快，所以我觉得在马来西亚还是挺实用的，又可以打油又可以充电呀。这个油盖在这边，我就没有找到有电动尾门的哈，这个是要手动的，我不知道到时候来的配置是不是这样，因为现在官方也没有说。那还是保留一样7人座的，门把也不一样了，是这样子打开的。那这次的座椅的材质呢，就跟之前很不一样哦，之前是用喇叭雷的滑滑的，这次摸下去呢就有一点类似，它是皮革，可是摸上去又像海绵那种感觉哦，粗糙的，不是滑的，可是坐下去无可否认是非常非常的舒服。这边还有一个中央扶手，还有冷气出风口在这，所以这辆车如果是用这 EV 的时候呢，它就是纯电动嘛，你可以开着冷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辆车的内饰也是更新了的哈，所以座椅跟之前都不一样了，头枕还是更加的软了，构造也不一样了，发泡棉也软了，很舒服了。内饰也设计也不同了，尤其是这一块还有这一块，然后它的门锁都换到来这边了，排档杆也换过来变怀档，中控呢也没有全平了的啦，已经换了2个，这个我个人比较喜欢了。meter 在这边，唱机在这边，而且这个唱机这次非常的 good job 哦，它解析度啊那些会比较的好的，系统也更新到最新款的啊。OK， 这个荧幕值得一赞，好过以前了。50瓦的快充，你的手机一定会烧吗？这里有带出风口，那这里还是有冷气出风口，所以你直接冷气可以对你手机，你手机就不会发热了。这个驾驶模式这里切换 ，EV 跟 HEV 的切换，那冷气的控制都在这边，还有2个置杯架，焕然一新的感觉啊！哇，这个有没有一点像卖那种小米的车？有没有？另外一辆呢是 Tiggo 7的 Plug-in Hybrid 版本，这次的头灯已经升级了，是现在在卖着的 Tiggo 8 Pro 的头灯，2个 L 的啊，这个我个人是非常喜欢，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。尾灯也做出了升级的，稍微的不一样。bumper 呢有加了这个酒窝，看起来更加的凶。这个 Plug-in Hybrid 还是一样有2个盖的啦哈，所以一个是充电的，一个是打油的，也是支持 DC 快充哦。它用着25/60R18寸，内饰方面呢就跟之前差不多了，所以你看到它的皮革还是一样。前面的 semi bucket seat 的座椅，打开门之后呢，座椅会往后退哦。那这里就加了什么呢？看哈，
监督我开车的，这个很多电动车都有。这辆车的荧幕呢就跟之前很相似了，只是说它这个仪表上面的设计哦，你可以看到跟之前有点不一样了。这个很像捷酷的 J7，我之前驾过的，哇，水晶材质的哦，还是一样这样子来切换档位的啦。所以这辆车是没有手动模式了的。那这个呢是显示你的档位的啦，它是灯来的啊 ，parking 呢就按这边，所以这辆车也是不会看到有电子手刹了的啦，全部都是自动化的。一口气来个3辆啊 ，Cherry， 好料。所以如果要买 Cherry 的朋友们呢，不妨可以联系我跟小蚊子啊。现在 Tigo Cross 可以收定金了没有？可以，然后现在它是开放500个 booking， 在8月15号这样子可以拿到车了。我来到 Omoda J-Cool 呢，这里可以看到摆了很多 J7， 还有 C9。J7 这一次呢也有带了 PHEV 来到这边，下次呢有机会再 review 给大家看啦。虽然它推出了一段时间，那这里还有一个即将要 launch 的 J8。那之前呢也带大家去看了这个 preview 啦，这次呢在车展也亮相了 Omoda 的 C7。所以呀，它的这个车头呢就更尖锐啊，中网更加的时尚。我没有办法去拍里面给大家看到，它不给我们上去啊。在 Cherry 跟 Omoda J-Cool 的 booth 中间呢，这里可以看到多了一个 iCar 的 booth。iCar 终于来到马来西亚了，但是呢，如果你问我，为什么它的 iCar 那边会写的 iCore iCore 我叫 iCar 就好了，因为呢 iCar 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已经注册了这个名字，所以没有办法用到，就来到马来西亚就多了一个 U， 主打着这个越野的电动车。如果你今天有打算要买 Suzuki Jimny 啊，可是你又不喜欢它是4速的，又不喜欢它没有操控、没有动力的话，iCar 03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，而且它的尺寸会比 Jimny 来的大一点。有一个 V23在这边，两款都是电动车啦。之前在中国也看了这个 iCar 03，那这次是一个右驾版哦，所以看到外形是不错。好看是不是？你看到这个 OK， 这是它的 logo， 225/55R19寸哦。哇，不知道放什么了，可能放几个机制绑在里面。打开车尾箱这边呢，哇，就很像之前我驾的坦克300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可是这一辆车就比较矮了，所以比较容易上下东西。这里还是一样，像越野车一样哈，也可以 lock 着。后备箱呢拥有450个liters，当你的椅背做行导之后呢，可以容纳1238liters的这个空间啊，很实用，有没有这个感觉啊？坦克300太大辆没有关系，那这辆呢很好停车，后座也是不小的哈。我很喜欢这辆车的这个角度啊。真的很像在开那个 Suzuki Jimny 那种感觉，车身不高，这边还有一个仪表时速盘，那么这里还有这一个中控荧幕啊，排挡杆也是换了怀挡，signal 在左边啊，中间这里就很空了，还有无线充电啦，置备夹啦。驾驶模式有很多种 ，Eco、Normal、Sport、Custom、All Road、Slippery、Beach、Muddy、Bumpy 呀。很多驾驶模式了。B23的外形呢就更加大量了啦，啊，它的尾灯就有点像大 G， 轮胎是用的265/45R21寸，单活塞刹车卡钳啊，所以它的前脸呢也更加的极致一点，所以那个比较时尚，这个比较更越野的感觉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车头灯圆圆的，很好看。哦，开启后面应该是呀电池阀。哇，这个空间大哎，哇，这个可以放很多份 KFC 哦，不简单。座椅呢也是可以做倾倒，只要这边拉一拉就可以了。它的开启门把的方式呢是要这样子按的哈，比较特别，我没有见过啦，暂时啊。然后它的按钮呢就很像大 G， 有没有？它的窗户的按键都在这一边啊。我觉得它的座椅真的是好坐，我的背部有得到支撑，软软的发泡棉，腰啊好像被东西包着那种感觉。Good job！ 虽然它只能坐2个人，可是它没有给一个中央扶手。有点说不过去了 ，boss， 也不会看到有冷气出风口啦。然后我以为这个是冷气出风口，结果不是啊，好像是没有东西的。视角是果然真的不错，窗户够大，视野很好。窗户按键在这边像大 G 一样，这个是我有史以来见过最特别的电动车啊。仪表盘没有，可是它就小个让你知道你的时速、你的档挂、你的 battery 剩下多少%。档挂在这儿 ，signal 在这边，这里就是头灯调节的高度啊。我发现 V23还有一个特别的仪表，越野仪表。这个越野仪表，哟，好像在开飞机一样，有没有？哇，角度都有，海拔，哇，我很喜欢这个。然后我更喜欢就是这个 driving mode 是这样子转的。OK， 然后这个音量，冷气，哇，我觉得如果你扣今天坐在我隔壁，我下车之后还想要操控这辆车，它直接可以跳过来，因为懂吗？这里是空的。然后这里还有置杯架，这个置杯架还可以拿上来。
哇，很有意思诶，这里还有无线充电，还有2个 Type-C 接口，还有一个 USB 插槽。上面这个按钮更加的帅啊！这个是后面的灯。OK， 这是后面的灯 ，SOS button， auxiliary 1 auxiliary 2，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干什么了。Yeah, I like this car. Yeah, hi. 呀，我知道我之前试驾了坦克300了，这影片还没有上嘛。那今年呢，坦克又在推出了500哦，它的售价为328,800起跳哦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这是竞争对手呢 Land Cruiser， 你可以看到它的外形呢是真的很越野派的那种大型 SUV， 它的售价300多千，所以它的用料肯定啊是比坦克300来的更加的好。从你打开门之后啊，它内装呢整个跟坦克300都是完全另外一回世界啦，还有气氛灯，还有摸上去很高级的，很像木纹的，我不确定是真的木没有啦，可是很扎实的一个饰板在这边，包括这里也是按键呢，全部都非常的 good job， 椅子的包覆性也很好坐，真的坐下去软，你看我的手这样子按就知道了。方向盘还有换挡拨片哦，还有这个挡挂就跟坦克300不一样了的啦，也是电子挡挂、电子手刹、Auto Hold， 还有一个非常有质感的时钟，这里写的 GWM Tank， 所以这些按钮啊，真的。后面还有一个非常有质感的冷气控制哦，它的后面还有挂这一个大大的 spray tire， 这边是不能踩上去的，各位，这里写的不能踩上去，这你不要以为你就可以踩了搭上去上面的啊，是用电磁阀打开。这辆车是7人座的哈，各位所以呀，后面还有2个座椅，后座的座椅是电动调节可以上来的，可是现在前面的座椅已经挡着它了啦。所以就没有办法，还有个 3-pin plug 这边，所以这个坦克500呢，配搭这个2.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，再加上一个 9HAT， 最大马力346 PS， 最大扭力648 Nm。刚刚捷特呢在这边发布了 VT9， 它总共有2个规格，一个是 1.5 Turbo 的 Comfort 版，118,800开始起跳，还有一个 Prime 的高配版，123,800起跳。这个轮圈蛮好看的哦，配搭着双活塞的刹车卡钳在前面，后面还是一样。这19寸的轮圈，内装方面呢，毕竟还是跟 Chery 同个家族，很多很相似的地方，可是它还是有自己的设计元素在里面的。排挡杆，电子的，电子手刹，我也没有觉得好特别到哪里去了。总之它的价钱是蛮吸引的诶，各位，123,800你买到一个7人座的车嘞，做小孩子可以啦，如果做大人的话呢，毕竟远途还是比较吃亏一点的。设计 OK 吗？123,800可以吗？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一下。今年呢，Malaysia Auto Show 2025啊，就有一个非常新鲜的品牌叫50，你们都知道50宏光吧？那这一次就带来一个 EV 车，它叫做 Bingo EV 电动的小轿车哦。你看它的这个外形非常的 Q 啦，虽然不是我的口味，车灯是蛮美啦，前后都很漂亮。然后内饰大概是这样啦。虽然50这次没有找我来出席他们的活动啊，可是呀，希望将来会有啦。每一年都可以看到Toyota，对吧？现在有展示的Toyota新款的 Camry 啦，还有这个 Mirai 啊，去年都有放但是今年没有看到 Honda， 应该没有新车 launch 吧。然后也觉得不需要跟人家竞争了，反正我够出名了，所以他们也没有找我们自媒体试驾嘛，也没有找我们出席他的活动嘛，他已经很有名了啊。我早上8点多到，我现在忙到了8点，连我早上原本有声音的，现在变成了我真的是失声了。我想要讲多一点话都很难了。本期的视频呢虽然有点长，可是呀这一节视频就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今年2025年的 Malaysia Auto Show 到底有什么车的重点还有发布。当然你们还可以在9号到15号之间呢，还可以买门票进来这里看的，地点就在 Mar Sedang。除了车之外呢，其实还有摩托在后面的，只是我对摩托没有太大兴趣，所以我没有去拍了哈。所以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的 POV 再见 ，Goodbye， 拜拜，累吗？累。所以今年最印象深刻的车是什么车呢？就是 Broadway 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半个了，然后2-3年了，还是一样，迟没有给我们看一下正车是怎样。本来是看整辆车的嘛，现在看半辆车。OK， 成功了 ，Broadway 成功了，炒流量炒3年一流。是挑剔咩？你会咩？人家是让你迟的一直有这期待呀。等到冷了。